我发现了牡蛎山，还有青口山，这边全是牡蛎，全是青口，太多了。你看，随便敲就出来了，也太多了，妈妈咪呀！这个右边呢是城市公园，然后左边呢就是我们今天想去赶海的大海。现在是上午9点。今天赶海的位置太好了，后面就是我们的房车，今天就停在海边，然后呢，前面就是这个沙滩。现在的潮水还很高，那等会儿到下午的时候呢，海水会慢慢退去，然后就可以赶海了。现在是中午12点半的样子。所以呢，我们还要等一等，要到下午差不多可能2点多过后吧，这边才能够赶海。这边潮水会慢慢的退下去。昨天呢，听一个朋友说哈，在那个迪卡侬的专卖店里面会有一些赶海的工具，所以呢，我现在呢去找那个迪卡侬的商店，就在前面的市里面去买。我呢对赶海呢就充满了热情，非常想赶紧的买好工具去赶海。但是哈，本尼对赶海一点都没有兴趣，甚至他说哈希望我今天不要抓太多的那些螃蟹呀、贝壳回去，要不然不知道怎么处理。如果赶海能够抓得到三文鱼或者鳕鱼，他很高兴。他就不吃这些带壳的东西，吃不来，这就看得出这个文化差异了。而且今天这件事情呢，也体现了就是说房车旅行的一个不好的方面，就是怎么说呢？这个夫妻吧，他也不能是说100%的契合。房车旅行哈，很不好的一点就是说，绝大部分的时间就是两夫妻在一起。有的时候哈，我也渴望能够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，但是这就是房车旅行的缺点。当然哈，我也不会为这个缺点而感到很烦恼，因为生活本来就是没有完美的。但是像今天这种情况，如果只能一个人去赶海的话呢，我还是一个人高高兴兴的去做吧。这路上全是板栗。你看，这是真的那个可以吃的板栗完成，好多啊！好了，我现在走了2.3公里，终于找到了迪卡侬这个商店。因为听朋友说哈，迪卡侬商店里面呢有赶海的工具，我真的赶海的心也太沉了。迪卡侬很多体育用品的东西。这里有件雨衣，看起来不错终于在迪卡侬找到这些东西了，哎呀，太开心了！你看有这样的那个尺子，还有这个是什么挖生蚝的吗？买了，太棒了！现在本尼呢就坐在这边晒太阳喝啤酒，我就到前面去赶海去了。看一下我今天赶海的装备哈，这个是手套，已经专门买了，然后这里还有这个铲子，然后还有一个桶，这个钩子是今天专门在这边买的，然后我一个朋友提醒我还要穿这种鞋子，专门的鞋。OK， 等会出发去了。其实这里晒太阳也挺好玩的，很多人在沙滩上晒太阳。但是我更感兴趣的是前面的滩涂，希望能够发现点什么。这边早晨的时候啊，这海水是满的，现在潮水全部退去了。这种贝壳还是有的。这个应该可以吃啊，捡一个。这海水还在继续退潮，可是也没看到啥呀，再继续找找呗。这些应该都是生蚝，我的娘，都是这么牢牢的长在这个石头上面，哪里弄得下来嘛？
哦，这个岩石上全是牡蛎，可是呢，大的呢都被别人那个弄走了。现在小的吧也没用，太小了。这石头上全是鲍鱼，可是这些鲍鱼，第一个太小了，第二个哈，我发现这个鲍鱼要专门的工具，我的工具完全不对头，根本搞不下来。看这个颜色哈，这个是在成长中的鲍鱼啊，这里的鲍鱼是挺多的，可是都好小哦，怎么搞得到大的呢？这里很多的青口，但这青口好小哦，我也没什么兴趣。算了，看来今天抓不到其他的了，就捡点那个青口里面的大的吧。看这个比较大的。哎，就这一会儿功夫，这海水退了好远哦。这就是刚露出来的沙滩，这沙滩呢被海浪吹得像麦田一样的。你看现在这个沙滩离这个船距离都好近了，现在就成了到海里来散步了，哈哈。不过也挺好玩的，而且现在看对面的圣马洛好近了呀。这里啊，看到有这些老人家带着孩子在这里挖蛤蜊。挖蛤蜊呢，需要专门的这种工具，它的外形呢，有点像我们讲的猪八戒的钉耙。那位法国老先生的钉耙上还有捡蛤蜊的这个尺寸，他帮我量一下，哪些是符合规定的可以带走。如果他量了太小的呢，就必须丢掉。OK。等他帮我检查完了以后呢，我的桶里就没剩2个蛤蜊了。后面我干脆把剩的蛤蜊就全送给他了。现在是最后一抹金黄色的夕阳，这些船呢都在沙滩上搁浅了。现在海水可能还会退得更远，但是这边有这个球在这里，估计是安全警示，我也不继续往里面走了。今天就到此为止吧。我在今天去迪卡侬买工具的路上，我捡了好多板栗，现在呀，我就把板栗分解一下，像这种有虫洞的就赶紧把它丢了，而且马上把这个垃圾也丢了，说不定那个里面啊有那种虫子。你看今天捡了有这么多的板栗。现在到迪卡侬，这是昨天来过的地方。昨天啊发现有人用这个来刨那个贝壳类的东西，很好。这个整一个。明天我们又想转战其他的海滩，到其他的海滩再碰碰运气吧。现在我已经配了很多赶海的工具了，我现在充满了信心。哇，这个树上的这个像鸟窝一样的，好好看哦！哦 ，cool。这个地方呢，只允许3.5吨以下的汽车到达。看这个路就明白了，为什么只允许3.5吨以下的汽车到达。这个地方啊，大车子就根本不可能在这里开。哎呀，我真的是很高兴啊！我们有一个小房车，这些地方我们都可以到达。OK， 今天就在这儿停车了，舒服，直接就在海滩边。哎呀，好喜欢啊！我们现在在法国的沃沙里海滩，据说哈，这个海滩呢是可以抓到贝壳和螃蟹的。我现在先去侦查一下。那里啊，本尼站得高望得远啊，前面就是沙滩。在最前方哈有那个礁石的那个海滩，好像有人在那里赶海，我到那边去看一下。这里有人在岩石缝里面找海鲜。估计应该是螃蟹。上
上面呢是一条徒步小路，叫海关小路，可以徒步到山上去看风景。但是呢，我现在呢更被这个沙滩上吸引，也许这边可以赶海啊，是有人赶海。本尼呢去徒步，我回去把我的赶海的工具拿上来，我想去赶海。我已经在这个海滩上走了起码1公里了。然后呢，这边呢就渐渐的看到哈，这个海潮退去了很多，前面就是这个礁石的地方了。这个地方应该有海鲜吧？你看，现在这个地面上哈，布满了这种贝壳，但是这些都是空的贝壳，但是也预示着哈，这里应该是有货的。本尼徒步完了，他也到礁石上面来了。嗨，可以，希望他能够对赶海产生兴趣，我们可以一起赶海。现在就是我的装扮，感觉我拿了一个桶来，这边好像到处都是海鲜，随便我装似的。实际上我就只捡了个螺丝。现在，啊，这对礁石上全是青口，可是呢，我现在对青口啊没什么兴趣。这个礁石滩上啊，我看到一个当地的赶海人，看来这里是真的有货哎。Hello， Non, okay. C'est un trop petit coefficient. C'est trop petit. Ça fait 40. La semaine dernière, c'était 112. Ok. Donc la mer ne se retire pas assez. Ok. Il y a de faux bigorneaux. Pas de vrais. No. Faux bigorneaux. Ok. Faux. Ça, c'est faux. Faux bigorneaux. Ah. Pas bon. Enfin bon. OK， 哦，不 ，OK， 本尼就在前面，我现在往前走。哎呀，我踩到水里面了！那个水啊太透明了，我都没有注意到那个是一池的水。是有牡蛎啊这些，可是都太小了。青口很多哎，而且也不算小，要不要搞点回去啊？实在找不到，等会搞一点回去。这个地方青口啊，好多。这青口我也不想吃了，没什么肉。大红蟹。哎，刚刚听到这个下面啊有那种鱼游动的声音，这个下面是一个好大的这个水坑，我到里面去看一下。Sage ich doch, dass sie leer ist. Das habe ich gehört. 发现了一个牡蛎山了，我随便捡了几个。喏，这样子可以打开喏，就像这个样子的。但是呢，本尼呢建议我们不要吃，说这个不干净，算了，我也不吃了。Jetzt schau mal. 就在我们玩的这段时间啊，海水又退去了不少。诶，我们又发现哈新露出来的牡蛎山。牡蛎山。啊，这全是牡蛎。哦。天哪，这里全是牡蛎、青口，简直这像是另外一个世界，看到吧？这是像什么样子？
而且啊，这边的这个牡蛎啊，真是很新鲜的。哇，这就是牡蛎山了，这就是很新鲜的牡蛎。我敲一点下来看一下。连续敲下来了。你看，你看，连续敲下来了，太多了。你看，随便敲就出来了，也太多了，妈妈咪呀！天哪，这边找青口就是这么容易。本尼说看新闻哈，有人吃野牡蛎，死掉的，所以呢，他就叫我不要吃。后面才知道啊，其实布雷塔尼的这个海水水质非常好，这里的野牡蛎品质非常高。今天我们什么都没有找到，有牡蛎有青口，但是我们又不想要，所以呢，想一想算了，明天我们去这边的超市去买这边的海鱼吧。现在往沙滩边走的路哈，都是这样子比较窄的路，小房车还是可以开过去的。刚才那个限速50公里，本尼说这是搞笑的，因为什么呢？他都觉得在这样的路上啊，都不可能开到50公里的时速。他现在的时速是40公里。这个对于房车来说，这就是羊肠小道了。哟呼，看到大海了！现在我们的车啊在下坡了，往山下的海滩边走。我们将到达布列塔尼著名的赶海圣地马丁海滩。看人家的视频，在那里捡扇贝已经是爆桶了。如果你对我的赶海感兴趣，请继续关注我吧。谢谢收看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